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今天的故事从一段北极传说说起。时间回到1854年，一个探险家从北极归来，他从因纽特人那里带回了一段口信。因纽特人说，我们确实见过你要找的那位船长，但是有一只恶灵一直追着他们，吃光了所有人。船长在临死前还让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根本没有路可以穿越北极，不要再派人来做无意义的牺牲了。不久以后，另一位探险家又从因纽特人那里带回了一段故事。一个萨满说，有一年冬天，他们部落里的一个小伙子曾经在冰面上发现了一艘被冻住的军舰，军舰的不远处还有一个孤零零的帐篷。小伙子上了船，船上竟然还有人活着，是一些白人，他们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，看起来非常恐怖。他们围住了小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像长官一样的白人出现了，把他们赶走。接着长官把小伙带到了自己的船舱当中，长官跟小伙讲了他们的故事，然后还把小伙送下了船。临别前，长官说，把我们的故事带出去，你是因纽特人，恶灵不会伤害你，你快走吧。但是你一定要避开外面那个帐篷，因为那里面住着几个真正的吃人恶魔。因纽特人口中的恶灵究竟是什么呢？探险家们又在寻找什么呢？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失踪案，就和6年前马航失联案一样。这个失踪案发生在1848年的北极，叫做富兰克林远征失踪案。大概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，我们继续看。1840年代，大英帝国雄霸七海，地球上所有的海域基本上都已经被探索清楚了，唯独北极海域仍然是地球仪上的一片空白。当时对北极的探索就有点像60年代的太空竞赛，这是地球霸主证明自己的一道考题。理论上，北极航线有2条，一条是加拿大这边的西北水道，另一条是俄罗斯那边的东北水道。大英帝国自然要赶在俄罗斯之前打通西北水道。于是1845年，大英帝国派出了最精锐的皇家海军前去探索西北水道。这支舰队由129名成员组成，驾驶着当时最先进的2艘军舰惊恐号和幽冥号。HMS 的意思是女王陛下的船。我开始以为惊恐号、幽冥号这是为了烘托故事而取的名字，但后来反复确认，历史上这2艘船真的就叫惊恐号、幽冥号。听名字就很不吉利啊！结果他们在北极的遭遇真的是又惊恐又幽冥。我们继续看，惊恐号、幽冥号是专门为北极探险设计的，有海水净化系统和暖气系统，配有内燃机，即使在没有风也能靠螺旋桨去航行。船上有足够所有人吃3年的食物和数以万计的应急罐头，光是这些应急罐头就够所有人吃2年。船上甚至还有一个图书馆，收藏了1万本书，这是为了让船员们打发时间用的。由此可见，129名船员真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最起码他们都能认字、会读书，还有一些人会北极的因纽特语。舰队的统帅叫做富兰克林爵士，他曾经到过北极，探险经验非常丰富，还在北极极限求生过。他曾经是一个在冰天雪地中靠吃掉自己靴子活下来的狠角色。当时全世界都盯着这支舰队，英国民众更是信心十足。当年的历史资料上记载着这样一件小事儿：出发的前一天晚上，舰队统帅富兰克林爵士的妻子绣了一面英国国旗。按照传统，英军统帅每征服一个地方，就要在当地插上一面米字旗。如果这面米字旗是统帅太太亲手缝制的，那将更有意义，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大谈资。结果太太缝好旗帜的时候，爵士已经睡着了，太太就无意中把旗帜盖到了爵士的身上。爵士突然惊醒，绅士地跟太太说，盖国旗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哦。第2天，富兰克林北极远征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展开了。1845年5月19日，惊恐号和幽冥号离开英格兰起航。1845年7月，舰队停靠在了格陵兰岛，将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书信送回英国。7月28日，在巴芬湾，欧洲人最后一次见到这支远征队，他们看上去都很健康，士气也很高昂。接下来，按照预估的行程，他们将在最多2年以后穿越北极，出现在阿拉斯加海域，或者他们没有找到穿越北极的航道，在2年以后再返回格陵兰岛。但是到了1848年的夏天，
整整3年过去了，舰队彻底失联，没有一丁点消息从北极传出来。爵士太太开始担心自己的丈夫，她每天到处奔走，让国会尽快组织救援队去寻找自己的丈夫。紧接着，英国国会悬赏2万英镑，爵士太太又私人追加1万英镑，鼓励私人探险队前往北极。同时，英国还先后派出了13艘军舰和15支陆上搜救队前去搜救，整整搜救了5年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然后，我们的故事来到了舰队失联6年以后的1853年，和马航失联到今天的时间差不多。我们继续看。这一年5月，大英帝国决定再派一支更强大的舰队前往北极，3个目的：第一，找到富兰克林远征队；第二，揭开失踪谜团；第三，征服北极，证明大英帝国的实力。这次的舰队由5艘女王军舰组成，结果当年冬天5艘军舰全部被冻在了北极的冰层当中，最终只有1艘北极星号被救出了北极，返回了英格兰。大英帝国的面子真的算是在北极丢光了，舰队主帅差点被拖出去征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美国又跑出来给自己加戏了。美国当时就是英国手下一个不安分的小弟，美国派了一艘捕鲸船，千辛万苦帮女王拖回了一艘坚毅号，还把坚毅号修好，准备还给女王。表面上看，这是在帮大哥挽回损失，但是仔细想想，这简直是在往大哥的面子上撒盐呐！女王表面上没有说什么，但3年以后，坚毅号被女王拆成了木料，做成办公桌送给美国。美国对这几张办公桌如获至宝，搬到白宫里面供历代总统专用，小200年了，一直用到今天。这张桌子就叫做坚毅桌。这就是英国当时的处境，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了呀。同时，伴随着2次北极惨败，一个谣言也在伦敦城当中流传开。他们说，北极有一种恶灵，它只臣服于因纽特人，胆敢冒犯北极的人都将被这个恶灵慢慢的折磨，让他们发疯，然后在疯狂中全部消失。骄横的英军以为用坚船利炮可以征服世界，但最后他们终将倒在恶灵的面前。果然，到了1854年，那些去过北极找到因纽特人的探险家也带回了同样的恶灵传说。这个恶灵究竟是什么？富兰克林的探险队在北极经历了哪些事情？我们接着看。时间来到1984年，加拿大政府在比奇岛上发掘了3个墓穴，墓穴中正是富兰克林远征队的队员，尸体保存得非常完好。按照这些记录，科学家们还原出远征队消失以后第1年当中发生的事情。1845年7月，舰队离开格陵兰岛，冬天抵达了比奇岛。在这里，舰队遇上了冰封，无法前进。到了第2天夏天，冰雪融化，向西绕了一圈，发现西边的冰并未融化，于是决定向南航行。航行了几个月以后，到达了威廉王岛附近，船只再次被冻住。他们被困在了旷野当中，没有任何避风的港湾，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雪白。这个时候的时间定格在了1846年9月12日。再下一条记录是一份在石棺中发现的弃船令，弃船令上记录了2个时间点。第一，1847年5月24日，小分队外出求援，一切顺利。第二，1848年4月25日的记录上面写着富兰克林爵士死于1847年6月11日。通过这份考古发现，我们还原出这样几个事实：第一，舰队在威廉王岛被困了整整19个月，这期间舰队统帅死了，新的统帅是幽冥号船长弗朗西斯·拉登。第三，这期间舰队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袭击，9名军官和15名船员去世。第四，这种神秘力量还迫使拉登船长下令全员弃船。后来的考古发现证实，船上还有足够的食物，船员们集体弃船的时候，甚至没有带走足够的食物。拉登船长这样的弃船令简直是匪夷所思。原统帅富兰克林爵士为什么会离奇死亡？舰队被困后的航海日志为什么会消失？这些谜团，考古学家们无法回答，但是因纽特传说中却有着非常丰富的细节。这些细节被记录在一本叫做《极地恶灵》的书当中。翻开书，我们继续看。
因纽特传说中讲了船员们第一次遭遇恶灵的细节。这天，小分队返回营地时，发现他们的补给船被什么东西掀翻了，他们认为是北极熊干的。不一会儿，天色突然暗了下来，天空砸下了冰块，他们赶紧躲到了帐篷里。接着，他们听到帐篷外有野兽的吼叫声，于是他们走出帐篷，准备崩了那头北极熊当晚餐。在黑暗中，有人朝着血泊上开了一枪，一个黑影被击中了。原来被击中的是一个因纽特老人，和老人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女儿。女儿对着队员们大喊大叫，大家都愣住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恶灵突然冲了出来，拖走了小分队的队长。惊恐的队员们背上老人，赶紧往船的方向跑。上船以后，船医发现老人没有舌头，抢救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船医也无力回天。突然，女儿就像感应到了什么东西一样，开始大叫，她要搬走老人，说老人必须死在冰面上。但最终，老人还是死在了船舱当中。接着，一个懂因纽特语的船员翻译了女儿的话。原来，老人是萨满，他的舌头已经献祭给了恶灵，恶灵被他控制着。但现在，老人死了，恶灵也失控了，恶灵将会杀死船上所有的人。女儿让大家赶紧跑。皇家海军自然不会惧怕什么因纽特人的恶灵，于是，在荒原上布下陷阱，准备用火炮伺候恶灵。这天清晨，富兰克林爵士来到阵地检查，他很满意。结果就在他检查的时候，恶灵又窜出来拖走了富兰克林爵士。跟着血迹，船员们发现了一个冰窟窿，爵士被恶灵扔到了冰窟窿当中。而这个冰窟窿正是船员们早些时候用来掩埋因纽特老人的地方。先是小分队队长，然后是统帅爵士。看来恶灵是有智慧的，他知道先袭击人类的长官。接着，因纽特传说中又解释了恶灵究竟是什么，大概是这么说的：恶灵有时候会变化成一头巨大的熊，但是大多数时候，恶灵就是一股自然之灵。它弥漫在空气当中。如果你体内有污浊，如果你心中有恶念，这些污浊和恶念就会被恶灵激活，然后你会发疯，慢慢的在疯狂中死去。因纽特传说讲到这里，污浊、恶念、恶灵、自然之灵，这都太玄幻了，看起来无法理解，但是科学家们却从后来的考古发现中一步步证实了这些传说。时间到了1992年，科学家们检测了比奇岛上发现的那3具遗骸和旷野中找到的500多块骨头，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：原来船员们骨头中铅的含量特别高。追查这些铅的来源主要有3个：第一，船上的罐头是用铅焊接的；第二，船上的水箱也是用铅制作的；第三，船员们登船前受到过相当大剂量的铅污染。看来传说中的体内污浊很可能就是指铅，慢性铅中毒以后就会导致疯狂。这解释了船员们为什么不带走船上的食物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吃这些食物只会让自己的铅中毒越来越深，越来越疯狂。那传说中的恶念又是什么呢？科学家们还是从旷野中发现的那400多块骨头上找到了线索。这些骨头被从颈骨、肩胛骨、髋骨、手肘骨的等等地方砍断了，尤其是手指、脚趾的那些骨骼上留下了密集的刀痕。一位叫做安娜的人类学家说，这种砍断方式是为了让它看上去不太像同类，这是吃肉前必须克服的一道心理防线。原来因纽特传说从一开始就没有骗人，他们见过那个失踪的船长，但是有一只恶灵一直追着他们，吃光了所有人。这个恶灵正是船员们自己，他们一旦越过了底线，超越了神的禁令，开始同类相食的时候，他们自己就将变成恶灵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，夫人说，现代人在北极会发疯，因纽特人为什么能在北极住几千年？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啊。